如果每天你抬头看到的是山，低头就是湖，通勤靠缆车，下了班还能跳进湖里游泳，你还会焦虑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这期视频我们去瑞士的瑞吉山和卢塞恩，一起看看瑞士人怎么把度假感过成了日常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！我们今天去瑞吉山和卢塞恩。一大早，我们从苏黎世车站出发，人群熙熙攘攘，行色匆匆，被卷进了早高峰的节奏里。火车准点开出城市，沿着湖边一路驶去。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建筑慢慢变成了湖水。坐在我们旁边的老爷爷应该是一个人来的，但是他就留下他的包在这儿就走了，觉得可能是上厕所去了，也不担心他的包被偷。这在英国就该 sorted。Say sorted 这叫什么？不明物体。在阿特戈尔道站，我们换成了开往瑞吉山的齿轨小火车。车在上面，要从上面坐车。行驶到一半，车厢里突然响起一段音乐，原来是有人拿起了乐器，开始了欢乐的演奏，其他人跟着应和。那个瞬间，我真切地感觉到，我们不是在赶着去打卡，而是在逐渐走进大山的节奏。上山的齿轨小火车一路缓缓而上，窗外的视野越变越开阔，空气也跟着清凉起来。火车一停，10步之内就是大片的湖光山色，真的就是10步。哇！我们还一步没走呢，就已经到山顶了。Hello 呀！来了2趟车，下来了这么多人。我们走到瑞吉山上，看见他给了一条建议的线路，所以我们决定跟着他这个线路走一下，看起来应该蛮近的，不会很长。来，出发吧！走喽！这里又有一个湖，这边湖好多呀，它应该是连着的吧？是悬停的鸟。你看这个山的形状，那从这两边的山的形状，你能看出来原来那冰川就慢慢往前移动，最后化成一滩水，变成一个湖。这里据说和峨眉山是姐妹山，所以这儿有一块峨眉山的石头。据说峨眉山有一块这儿的石头呢。去过峨眉山的小伙伴，请快告诉我，你们看到瑞吉山的石头了吗2009年结为自美。瑞吉山最迷人的还是那种高处俯瞰的视角。哇，山的这一侧，哇，无人机视角呢。也飞不了这么高，1000多米。我们现在在瑞吉山山顶儿。上面有一个火车，好小呀，好细一个条线。山顶有一座塔，当时我们精力充沛地爬了上去，然后发现和塔下看到的风景差不多。塔上的景色，这边很多山上都会搁一个像那样似的大十字架。我们昨天在采尔马特也看到了很多。你看那一块水的颜色是那种蓝绿色。这些人类的痕迹并没有打破自然的宁静，反而像是在画布上提了一笔神来之笔，
自然依旧是主角，人类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欣赏。草地上还能看到不少野花和动物，它们安安静静地待在这里。我们就像路过的观众，当然远远地看着，不打扰他们的小日子。这边的植被也蛮有意思，看这个花长的。火车来了，听见声了？那儿吗？可我怎么看不见？我海拔不够是吗？不就在那儿？哦，那儿那个哦，是的，是的。瑞吉山沿线分布着几条轨道线路，这些缆车顺着山势修建，他们替游客打开了一条更轻松的亲近山林的路，在不打扰自然的同时，也铺出一条人与山之间的温柔通道。不是。因为这个车是1小时一班，我们要坐的下山的这趟车稍微有点久，我们现在打算走到我们中间换乘的这一站。下山路上的景色是这样的，我这种地方徒步真的就是享受。啊，这个好逗呀，好像是披萨版的三明治，在上面切开，里边夹的肉。对，把披萨劈开。你刚才说这儿好像有牛，是不是就是有人敲这个呀？可能是。小心，别遮了！小心，闪手！走吧。我们在瑞吉山这儿等车，刚才看到远处有一只鹰类的鸟，然后我们就去看了看，然后拍了几张，识了一下，刚才居然是黑鸢，算是我们的新品种。之后再坐上齿轨列车转乘缆车下山。缆车这一段的风景真是可圈可点，每次缆车越过支架就轻轻抖一抖，全车人都害怕吗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沉浸式观看一下缆车下山的风景吧。缆车落地后，我们来到了威吉斯码头，准备搭船前往卢塞恩。我们从瑞吉山搭乘缆车下来，现在来到了威吉斯小镇。这里没有闸机，靠的是自觉买票和人工查票。本来想拍个普通的查票镜头，结果真的是有人被查住了。这一路上湖上的风光美得像调过色，湖水蓝得发亮，有人游泳，有人划船，靠山玩山，靠水玩水。在这里不是度假，而是日常。在这样的自然里，每天都能看见这样的风景，瑞士人还能有什么烦恼呢？水花打上来像玻璃一样。也许这里就是瑞士特别的地方，城市没有把自然吞没，自然也没有拒绝城市，他们像是达成了某种契约式的共处，各自保留边界，又相互渗透彼此。这湖水里挺丰富呀，有玩船的人，玩浪的人，游泳的人，通勤的船，还有水鸟，湖里还有 PT 凤头 PT。大家好像都很喜欢卢塞恩这个地方，不论物种。城市的轮廓在湖面上渐渐浮现，我们的船也缓缓靠近卢塞恩港口。
工作人员利落地绑好绳索，欢迎来到卢塞恩。这是瑞士中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，不仅交通便利，是前往瑞吉山和皮拉图斯山的门户，也是德语区的文化重镇。早在中世纪，它就是重要的商贸城市。上岸后没走几步，就看到了那座著名的水塔花桥。它建于14世纪，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有顶木桥之一。桥顶的三角画讲述了卢塞恩历史中的宗教故事与瘟疫传说，其中就有17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。每栋房子上都有这种山格的小窗户，并且都是不同的主题颜色，而且搭配的都很舒服。听说瑞士的这些花坛的水都是可以喝的，我们也来接一盏。船底下有2只凤头皮踢和1只它们的宝宝。又游过来1只宝宝，哦，他追那只，他赶他们，让他们自食其力呢。沿着水边走，我们来到了霍夫教堂，这是卢塞恩最重要的天主教堂之一。站在前院，哥特式的双塔笔直冲向天空，而我们蹲在院子里拍了5分钟的小鸟。再宏伟的教堂也没有拍鸟加薪重要。棚里也见到了瑞士的小木屋。卢塞恩的这座大楼下面就是石头大山，继续往前走就到了著名的垂死狮子雕像。这也比我想象的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垂死的狮子雕像前，它是纪念1792年为了保卫法国国王而牺牲的瑞士士兵。卢塞恩的库普超市甚至贴有中文广告。在瑞士这种高消费国家，很多旅行者的午餐就是靠超市三明治解决的，这也算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吧。想俯瞰整座城市，最推荐去的就是老城区的穆塞格城墙。我们一开始误以为路边的城墙就是穆塞格城墙的打卡点，差点错过正主。还好及时回头找到了，不然真的错过了最棒的俯瞰点。这个挺陡的，穿长裙容易踩到自己的裙摆，建议不要穿裙子来。站在城墙上往下看，卢塞恩是沿着山坡和湖岸自然生长起来的。我觉得城墙很值得来耶，城墙上面可以走一段，这一块是可以在一个高处俯瞰卢塞恩的，包括卢塞恩湖。哎，你看卢塞恩湖中间那一块是比较偏蓝绿色的，颜色还蛮丰富，很好看哎。然后可以俯瞰卢塞恩湖，然后也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。看这边养了几只野猪。这里的建筑跟地形好好商量过，每栋依山而建的小屋甚至都有自己的小缆车。这里有几只高地牛，
好清啊，这个水。是吗？再往前是另一座中世纪桥梁——斯普洛耶桥。桥上最有名的是死亡之舞画作，由17世纪画家卡斯帕·梅格林格创作。画中死神和不同阶层的人物共舞，皇族、僧侣、农夫无一例外，是一种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念。而这画就挂在风景如画的河面之上，倒显出一种直面自然规律的坦诚。说到河流，这条贯穿卢塞恩的罗伊斯河流速特别快，水声轰鸣。这种高差曾经为城市带来水利，也构成天然屏障。这水流超湍急的，即便现在已经不靠城墙保卫城市，这条急流依然让城市中保留了一丝野性。哇，这水急的。回到卢塞恩车站，别忘了来集章打卡，把这一天的旅程留在小小的一方印章里。这一趟我们从山上走到湖边，从自然进入城市，却从来没有感受到那种边界感。在这里，山水城人好像从不争抢空间，而是互相留白，在自然中盖城市，在城市中留自然。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相处方式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下期我们将去往因特拉肯及其周边，去看瀑布从天而降的童话小镇劳特布隆嫩，还有藏在图恩湖畔的宁静港湾施皮兹，并一路游览风光明媚的布里恩茨湖。如果你喜欢这种轻松的自然旅行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和我们一起走在瑞士的山水之间。我是露露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